等一下，这间房子不是你买的，为什么你要负责水电费？王玉洁正打算签下搬进新宿舍的合约，这句话让他差点把笔摔掉。怎么会有人住别人的房子，还要帮别人缴账单呢？合约上的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房子是学校分配的，但日常维护、公共费用要由住户轮流负责。玉洁傻眼了，她从小只知道自己的就是自己的，别人的事情不要多管。可现在搬进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了别人的产权付出自己的责任。民数记35章1到8节这段经文记录了一个特别的安排。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，每个支派都得分土地，但神吩咐摩西，吩咐百姓要从自己的产业中拨出一些城邑给利未人居住。这些利未人没有分得自己的土地，参民数记18章20节，因为他们是全职服侍神的族群。而除了住的城邑外，还要给利未人周围的郊野作为牧养牲畜的地方。注意哦，这些城邑不是随便挑的，而是要按照各支派产业的大小来拨给利未人多或少的城邑。意思是什么？地多的人就要给多，地少的人也不能推卸。这看似只是实用性的安排，其实蕴藏一个深刻的信仰观念。在神的国度里，属灵服事是众人共同承担的责任。王玉洁考上大学热门科系，在家人朋友眼中是个前途无量的学霸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内心其实有点自私又爱计较。大一开学，他选择搬进学校安排的新宿舍，这是一种混宿制，不按科系，不看背景，随机配对。他其实超不愿意，因为他讨厌随机，他喜欢掌控，喜欢自己决定谁能靠近他的生活。但他没料到，他的室友居然是个读神学院的学生，叫俊泽。从第一天起，俊泽每天5点半起床读圣经，还不忘小声祝福，愿神今天也祝福你的数学小考哦。玉洁差点翻白眼，神有空管我微积分吗？更离谱的是，有一天玉洁加班做报告到凌晨，隔天早上竟然发现有人替他把未洗的碗洗好了，还留下纸条，辛苦了，加油。那一刻他有点感动，但马上又想，我又不是请你做这些的耶。他开始觉得这个室友太有事了，太主动，太温柔，太不像现代人。有次学校宿舍突然停水，所有人都哀嚎，俊泽却从背包拿起一大桶水说，这是昨天多煮的水，本来预备煮泡面的，现在看起来更有价值了吧。他一边分给大家，一边笑着说，其实在神的家中，没有什么是完全属于我的，都是为了我们。俊杰第一次静下来想，如果我一辈子只想着自己的地，是不是就永远错过了与人连结的祝福？学期末，学校开放住宿选填，他明明可以自己挑一间单人房，但他毅然决然选择和俊泽继续住。有人问他，不是说你最讨厌共住吗？他笑了，现在我懂了，那不是被迫住进别人的地，而是让神安排的人住进我的人生里。神呼召人分担，因为他重视服侍者，
也重视群体彼此的连结。你可能觉得，这又不是我的事，为什么我要出力？为什么我要分出我拥有的？但神的设计是，我们不是独立王国，而是互为肢体。利未人献上全时间服侍神与百姓，他们的生活由其他支派支持。同样的，今天的我们也被呼召成为彼此的供应者，为他人预备属灵的栖身之地。也许你的地是时间，也许是金钱，也许是能力。神不问你有多少，只问你是否愿意分出一部分为他所用。因为真正的丰盛不在于你保住了多少，而是你分出去时被神倍增了什么。